叫张思德。巴山雨一片，烟水浪一朵，夜空的一颗星，摇动的一簇火，没有熊熊烈焰，却给人光与热。星光微微，却照亮山河。为人民服务，是你无声的信念；忠心赤胆，是你高贵的品格。生死长征路，舍身万里歌。心结黄土暖，情暖耀中华。我是这里的2期学员廖小香。你好，同志。我叫潘有才，他有点害羞，他叫张思德。跟我来吧。好。老潘，你哪个啊？我第一次跟女同志握手，有点紧张哦。张什么嘛？我哪是晓得嘛？你觉不觉得这喊狗有点眼熟哦？有点像烟厂的大汉。啊！哦，大汉。大汉。没事儿，它不会咬人的，可温顺了。对不起啊，潘有才同志，这大汉平常不这样，对人挺好的，怎么一见你就炸毛了？没得事，没得事。小丁，我跟他之间，小丁，你咋是这个女娃子哦？哎，欢迎大家来到列宁小学。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丁香，我已经正式加入红军。啊！别站这儿了，咱们走吧。好。哦。等会儿看我，大汉，大家都是兄弟哦。快！这就是你们的宿舍。学校刚成立，条件还比较艰苦。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正式上课。是。那咱们走。好。哎呀，你用点力嘛，瓜娃子！哎呀，对，哎，对，用力，这装上大爷了，女娃子你不要管他哦。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哎呀，那个死草堆有时有啥，我真的不晓得啷个水。这个列宁小学是真的好哦。哎，是谁当时100个不愿意来这儿的？哎，我瞎说的，这里可比在长征营有意思多了。哎，娃子，你说那个丁香收拾一下还挺好看哦，在演场的时候跟个小猴子一样。你看嘛，你看他像不像来学习的？哎，老板，你当时不是喜欢果娃子他妹桂香吗？怎么喜欢丁香啊？你闭嘴噻！
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啥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他们里头都带个香字，就好有缘分嘛，是不是？像不像五梅？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先去睡觉了。你妹比他好看多了。先帮我挠一下。对。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我的名字，陈书良。你们以后就可以叫我陈教员。陈教员好。同学们好。我们列宁小学是川陕苏维埃政府为了提高红军干部和战士文化水平与思想觉悟而创建的。学习内容包含了国文、马列主义、军事、算术、体育、音乐、图画。因为你们这次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你们主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国文和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科学的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革命思想的根基，是确保革命成功的根本。我看有一些同学已经听得云里雾里了，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白匪军人数比我们多，装备比我们强，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我们红军能打赢呢？没有人知道吗？因为我们红军有魂魄。为什么说我们红军有魂魄呢？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穷苦百姓的利益，而军阀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打仗。我们是党指挥枪，而军阀正好和我们相反。所以说，我们红军有魂魄，有根基。反动军阀是一副大而僵的躯壳，空有其表，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们和他们的根本区别。所以我相信，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定会是我们红军。一个个皮糙肉厚的，咋子还睡不习惯了哟？学学你咋瓜子，睡得多香，一声不吭。您喝水。谢谢啊。哎呦，不谢。老乡，我也想请你帮个忙。手真巧啊！这么早啊？这哪里来的？这个绝对是果儿子干的，太好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睡在死草堆里了。抬起来，抬起来，搭把手，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哎，3、2、1，小心啊！来，传进来，传进来！来，抬起来，抬起来，搭把手啊！走，盘着盘，站稳的从位上。这些估计能做出很多支笔。是啊，把它都摊开，让每一片都晒到太阳。好。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陈教员，这是在做啥子？想给你们做成笔用。陈教员，你又会讲课又会动手，文武双全呐。就你会说话？那当然了，6号镇韩家湾村，我是唯一一个读过私塾的。你们俩是一个村的？对啊，我是他的叔叔。那个娃儿啊，好是好，就是不太爱讲话。都给他摊开。我们再去拿点吧。好。你在看什么？这个地方真好，不仅能学习，还能长很多本事。你看，到时候在这里捡旗，弄到这么长，不就是一根笔吗？聪明。咋样？胃还痒吗？不痒了，谢谢你哈，瓜子。不行。大姐，不能进去！你们领导，大姐，哎呀，多让开！不能进去！哎，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结果呢，半夜跑到我们家去偷看我们家的竹子，还讲不讲道理？你们？大姐，我咱们在这守着，你赶紧回去躲一躲。瓜子，没得事，我最不怕杀破大官的妇女，交给我。哎，你现在你们谁砍了人家的竹子啊？对不起，大姐，是我砍的，我赔偿给你。好，你赔给我，我就走。大不了我把窗还给你噻。我要你的床爪子，我要的是竹子。哎呀，你闹啥子嘛闹？竹子啊，是我喊张同志砍的。你想一下嘛，要是没得红军的话，我们家咋可能有竹子嘛？再说了，要不是红军从地主手里面把竹子抢过来，你看得到啥子竹子嘛？我跟你说，这个兄弟把水引到了我们家，你洗衣服煮饭嘛才方便嘛。你居然还跑到这儿来这，赶紧道歉！你没早点跟我说，我不晓得。我早上起来看到竹子被砍了，我就起火了，我就。那个小兄弟，是我的错，我给你赔礼道歉，对不起。都是误会，都是误会。你还愣到这儿大姐？我给你煮饭噻，瓜婆娘。哎，不好意思了，影响你们学习了。要不这样，晚上我多喊些老乡，多给你们做些竹船。大汉，大概就自己人。瓜子啊，你说那个廖小香、刘彩云还有我小妹儿，哪个长得更乖哟？你要说啥子？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很乖，但是要说最好看的，还得是丁香姑娘哦。你要是能把这个心思放在学习上，你也就不至于考3分了。
那是我的原因吗？那是因为没有墨水噻。国民党分手的那么严，墨水比油都金贵，我咋个练嘛？哦，墨水啊，啥子墨水？写字的墨水啊。哦，你叨叨一晚上，原来在搞这个东西哦。对啊，陈教员说了嘛，要想学习好，就要自己想办法，而且又不是说让你一个人用，大家都可以用啊。我发现你真的是个憨憨哦！你光用笔墨没得字，咋个练嘛？你难道还要发明字吗？谭院长，哎，小江姑娘，哎，慢点啊，你慢点。哎，小江姑娘，真巧啊！哎呀，你看我一来我就碰到你了。听说你要来，我跟校长申请特意到门口来接你。是吗？别站这儿了，咱们进屋聊吧。行，进屋。台长！臭小子，咋样啊？在这学的，没给我闯祸吧？没有，我们这个可乖了，不会闯祸的。哎，谭院长，你放心，有我那个叔叔不的噻，那几个小娃娃翻不了天。好。这是干啥呀？包这么多竹子皮干什么？瓜子说竹子皮可以当纸，我们这儿没有纸。去看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哇，是纸！快，抬进去，抬进去。陈团长说列宁小学没有学习用纸，正好上次呢我们打盐场，顺手拿到了一批包盐的纸，陈团长就叫我给送过来了。哎，太好了，谢谢你啊！应该的。同学们，今天啊是咱们列宁小学开办以来最高兴的一天。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制的笔和墨，前方部队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的纸。让我们首先感谢前线的战士们。下面就请常胜营的谭院长为我们讲两句。哎，这个你们陈教员呀，强人所难。我呢是一大老粗，是一个武夫，没文化，打仗只用蛮力是不够的，还得靠智慧、靠文化、靠知识，得多动脑子。这个明白吗？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说是在古代呢，两军交战，在前线呀有一个使者把信送到大后方主将的手里边，主将呢这一看信，勃然大怒啊，马上就下令把这个使者就地斩杀。这个使者也喊冤呀，说这凭啥呀？啊，我好不容易冒着死把信给送回来了，凭啥杀我呀？你们猜主将怎么说？不知道。主将这个时候啊，把信拿出来，一念，说是此人是奸细，请主将就地斩杀。你们说说，如果这个奸细认字的话，会把这信送回来吗？那识字重不重要？重要。我可没让大家当奸细的意思啊，谁也不许当奸细，听到没有？听到了。你的伤好点了吗？早就好了，这都半年了。其实也不算什么伤，就跟那马蜂蛰了一下似的。多亏了你，我要是遇不到你，也活不到现在。谭营长，啊，战场上很危险，你一定要小心。我答应。老谭，来，先喝点水。哎，谢谢。舒良同志，我这次来呢，除了给你们送纸，团长还命令我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亲手交给你。
老谭，谢谢你啊，让你见笑了。团长啊，给我下命令了，说那个让我回去告诉他，你看到结婚证之后什么反应？我是实话实说呢，还是跟他说我没看清楚啊？那你们团长是什么反应？他刚开始啊，哈哈哈的乐，跟一小孩似的，然后没过一会儿啊又哭。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对了，我的事儿说完了。我想问一下谭营长，你今年多大了？啊？我这里都不累吗？哎，对了，我刚才在操场看到我们谭营长和廖小香，我感觉他们关系不一般哦。谭营长和廖小香，他们两个做啥子？倒是啥子也没做，但是我就是感觉不对劲。你们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连营长都敢议论了，兴许人家是亲戚呢？不可能，哪有那么简单？不要胡说，陈教员说过，要团结同学。来，小香姑娘，小香可没少在我身边说起过你。你们陈团长也跟我说了，我是没啥意见。小香，你不是有话要跟谭营长说吗？那你们先聊着。那个小香姑娘，请坐，请坐。哎，小香姑娘，你找我有什么指示吗？我就是想知道，我在这儿学习之后，能去你们常胜营吗？这不能啊！哎，不是，营里边没有女兵建制，团里边才有。我知道你们那儿没有这个建制，可我就是爱幻想，就像我一直幻想着这辈子还能找到我哥一样，哪怕有一丁点机会，我都不想放弃。谭营长，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是特别明白。谭营长，这个世上除了我哥，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谭营长，哎，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廖小香配不上你啊？哎，小香姑娘，这你可真是太冤枉我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姑娘，可我是一个武夫。我虽然是武夫，但我也知道儿女情长。但我跟你说实话，我觉得我不配谈儿女情长。哎，小香姑娘，你等我。小香同志，你听说过穆云生连长吗？穆连长牺牲之后，他的婆姨找我和教导员要人。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女人的眼神那么绝望。我那个时候就发誓，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任何一个女人有那样绝望的眼神儿。等到革命胜利了，如果你没嫁人，如果我还活着，
我一定娶你。谭营长，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是因为有任务吗？营长，我手好久没摸枪，都有些生了。让我在这儿忍着太痛苦了，你啥时候送我回去？苦啊，再苦也得忍着。都听着啊，你们在这儿的任务就是好好学文化，好好的认字。至于什么时候回营，听命令啊！好了，不用送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变得婆婆妈妈的，一个个的都把打仗那股子狠劲儿拿出来，好好学习，听到没有？是。走了。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我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我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皇上，这是没上的战斗人生。认识啊？陈建兰教我的。我越看这些字儿越头疼，不如我看700员外的靶子，那都痛快。别灰心，慢慢学，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嘛。来，大汉吃，哎呦，真乖，嘿嘿，哎，来，大汉，哎呦，真棒，哎呀，大汉，老潘同学，来，你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那是，哪个让我欣赏好？大汉，哎，大汉，怎么回事？别人给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吃呢？哎，丁香姑娘，她好聪明哦，她晓得哪个对她好，都跟我转了1上午了。这大汉拿你当兄弟了呀！儿子。啥子兄弟？是姐夫。走了，走了。大汉，潘有才，才一哈哈就有新兄弟了呀！啥子兄弟？是姐夫。不要动啊！哪个坏得干的哦？老子弄死你们！来，给我摁住他！啊，瓜子！瓜子，你学坏了哟！来，走，走，走！换地儿弄。咋子？走。围魏救赵！天下太平！守株待兔！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三分鼎足，声东击西。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这背后贴纸是谁的主意？喏，就是陈团长介绍过来的那个张思德。报告。进。你先坐。不用紧张，知道我叫你来是为什么吗？张思德同志，我就是想知道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啊？你把那老乡的竹子砍了，做成竹床，不是为了你自己做的吧？不是，张行发，他睡在潮湿的草地上，他后背很痒，我就想着给他做一张竹床。那你们班一人一支茅草笔，还有你用那锅底灰做的墨水呢？大家都没有笔，也没有墨，我想着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不就有了吗？背后贴字，也是你的主意吧？牛娃子怎么都不认识字，我想着贴在后背上，多看一看也就认识了。张思德同志，我就是很想知道，你这脑子里一直都在想着别人，从来没想过自己吗？
没有，我也想自己，但是不瞒你说，我一想自己我就想睡觉，想着别人，我的思路就会很清晰。这也是我娘跟我说的。我娘说，她把我养活大不容易，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所以呢，她就给我取名叫做思德，也是为了提醒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感恩。娘说的话，不敢不听。我相信你们陈团长的眼光，他说你人不错，是个好兵，果然他没有看错。我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住这种美好的品质。我叫你来，就是希望你能保持住这种品质，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这样我们的队伍才更有凝聚力，才能战无不胜。是。坐下。丁香，听说你着凉了，我给你送床被子过来。谢谢陈校长。是有点烫。陈教员，陈教员，潘有才，哎，什么事啊？你先进来说。啊，好。我听那个刘彩云说啊，咱们屋子又潮又湿嘞，把地毯都弄感冒了。我特地弄个火盆给大伙取暖。红军不怕困难，红军不怕困难。这个怎么念？这是啥子字哦？刚跟你说过。注意安全啊！慢点，慢点，慢点。注意安全。哎呦，小心点，思德。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吧？潘有才，你看你都弄些什么事儿？不能怪我噻，那好处准备的差不多是湿嘞。看这烟大，都散了吧？散了，散了。张思德，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哦，陈教员，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同学们在教室里面冻得无法集中精神，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取暖的办法。那你有什么好办法？烧火盆。可是上次潘有才弄的那个火盆，你们也看到了，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合适啊？老潘用的是没有干透的树枝，所以烟才会特别大。我想用炭。那谁会烧炭呀？我小时候跟爹烧过，我可以试试。小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木头里的水烧干，气烧出去。我早上来转了转，这片树是最合适的，湿度也好，大小也合适，木质也硬。张思德，还是你懂得多。哎，这都不算啥子。我小的时候经常烧炭，脸都烧黑了，现在都不乐意烧了。哎，还是我们张家屋头的娃娃能干哈。那我们就分头行动，赶紧动起来吧。好，那老潘，你跟我一起。哎，瓜子，我们是不是烧炭要好多树哦？啊，我去叫些同学过来，我们这个怕是砍不脱哟，人太少了。不用，我们就可以了。没得事，没得事，相信我，我马上就回来。想尽办法偷懒。那我来吧。我去那边砍。好。
是个细致活。去那边烤。都是你一个人搭的吗？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们去上头砍树，刘彩玉，你帮帮忙，帮帮忙。哎，好。去那边烤，快。但是，窑土一定得干，通风口要做好。太厉害了。还有，大小不能太大。这个冬天多亏了有你，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挨冻了。哎，丁香，那个你放心，我噻不会让你冻着的。上次是个失误，都为那个后厨。等把你们烤干，就剩最后一步了，烧火封窑。来，这个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封完啊？得一点一点封，不能一下子封死。封早了，炭会夹生，炭呢就会有烟呛人；封晚了，炭会灭青，没有火力。只有一点点封，木头能烧透，炭才会更好。啊，还这么多讲究啊！张思德同志虽然平时不爱说话，但其实是心里有数呢。张思德，你会这么多的手艺，有机会教教我们呗？啊，好。哎，丁香，你要是想学的话，我是可以教你的哦。他这个都用工具，我手就可以搞定哦。我看这还是算了吧，人家烧炭顶多把手烧黑，你烧炭啊，都把脸烧黑了，我哪敢跟你学？哎，丁香，我听说这个谭营长和廖小香的关系不一般哦，你是不是晓得点啥子情况哦？唉，小香是我们之中命最苦的。他和他哥从小就在地主家做工，相依为命。要是赶上地主心情不好，就是一顿毒打。后来有个会长看上了他，地主强行把小香送给会长。他哥知道之后，就去找会长要人，结果会长死活不放，还让手下打了他哥。他哥一怒之下，就拿刀砍伤了会长，跑了。后来会长就带人到小香家里报复，看他哥不在，就把他父母全杀了。小香就一直被关在地窖里。后来是谭营长救了他，他现在加入红军，他也想找到他的哥哥，也不知道他这唯一的亲人还在不在。走吧，咱来。好。我进去。小心点儿。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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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果子，果子，果子，加个劲儿。张子文，没事。你吓死我们了！没事啊。洞口塌了，你们的炭没事。太好了。快出来，快出来！好。成功了！可以啊，瓜子，成功了！哎，太好了，那个冬天我们可以暖暖和和的了。殿下，哎，瓜子，小香，你怎么来了？你们今天开窑，我带着大家一起来把炭背下山啊！你看，你这来的正是时候。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陈团长要来我们学校，跟陈校长举办革命婚礼。
真的。他们终于如愿了。是啊。交给大家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为他们布置婚房。没问题，可以。好。玉。目前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又给刘湘拨了300万大洋，还有飞机大炮，他们马上就会向川山根据地发起空前规模的进攻。我们再抓紧训练，随时备战。我们也听说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鉴于这种形势，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应该推迟？宝明，记得你在团里讲信仰，战士们都很爱听。你难得来一次学校，也跟我们这些同学们讲讲吧。好。同志们，你们看，我手里面拿的是啥子？镰刀。镰刀。对，镰刀。还有呢？锤子。镰刀、锤子是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工具。劳动人民一直以来流血流汗，饱受剥削。我们要翻身，要解放，就要跟剥削阶级斗争。那我们靠什么呢？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忠和奸。一颗种埋土中，混发芽生长成原上草，虽枯荣，野火烧尽重生。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就是时刻要把老百姓真正以心灵